大家好，今天分享一篇文章。人性最大的愚蠢在于互相为难。前几天在肯德基看到一个手持电影票的妇女正在冲着一名女服务员发火，原因是她要等3分钟才能拿到自己想要的汉堡，而她的电影马上就要开始了。她发火的气势就像要把人吃掉一样，声音非常大，响彻整个餐厅，说的每一句话都咄咄逼人，就好像对方犯了大错一样。而肯德基女服务员则不断地低声下气地给她道歉。人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因为人和人之间一直在互相为难。那些喜欢刁难别人的人，往往是因为被别人刁难的太多，所以他想补偿回来。举个例子，很多业主对保安态度不好，不给他们留一点尊严，于是保安转身就会对那些送外卖的态度不好，甚至故意为难他们。鲁迅说过一句话：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刀向更弱者。当一个弱者被欺压，往往会把怒气撒向更弱者。生活中这种现象很常见，比如在外边受了气的男人，因为没有能力去报复那些让他受气的人，回到家的时候就打骂老婆孩子，踢猫骂狗，东摔西砸，这就是典型的懦夫。再比如，某人忽然挨了一顿领导的骂，回到办公室就会把自己的手下继续骂一顿，这就是没有气量的表现。然而很多所谓的领导都是这样做的。再比如在广告行业里，某个甲方的负责人如果遇到不公平的事，就会使劲地折磨服务自己的乙方，好像看到他们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自己就会好受很多。人人都喜欢俯首面对强者，横眉冷对弱者，这真是一个死循环。弱者往往被欺负，然后转向欺负更弱者。而当最弱的那个人无可欺负的时候，往往会冒出念头去报复那些最强者，想和他们同归于尽。这也叫弱者对强者反噬。之前社会发生的很多恶性事件都遵循着这个逻辑。如果我们不善待弱者，总是把怒气撒向他们，把最阴暗的东西留给他们，最终受害的一定是所有人，无论你的地位多么强势。其实只有懦夫才享受欺凌弱者的快感，他们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用一种情绪转移的方式，试图化解自己身上的缺陷，这是无能的表现。上层社会人捧人，底层社会人踩人。为什么底层社会的人总是互相踩挤呢？因为他们在夹缝里求生存，他们封闭、狭隘、短视、睚眦必报、斤斤计较，最后往往就会互相踩踏。当一个人活着就是为了混口饭吃，整日疲于奔命的时候，往往也会衍生出各种卑劣的行为，以及各种阴暗的心理。比如他们总是生怕别人比自己过得好，互相猜忌，甚至他们会在暗地里算计你。来看一个螃蟹定律。钓过螃蟹的人或许都知道，竹篓中放了一只螃蟹，必须要记得盖上盖子，否则它就会爬出来。但是如果你多钓几只放进去后，就不必再盖上盖子了，这时螃蟹再怎么挣扎也是爬不出来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有2只以上的螃蟹在篓子里时，每一只都争先恐后地朝出口处爬，但当一只螃蟹爬到篓口时，其余的螃蟹就会用威猛的大钳子抓住它，最终把它拖到下层，由另一只强大的螃蟹踩着它往上爬，如此循环往复，无一只螃蟹能够成功。这就是现在社会上很多人的心态。如果我过得不开心，那么我就想看到别人也不开心。如果我爬不上去，我也拉住别人，让别人也爬不上去。这就叫螃蟹定律。
其实生在底层不是可耻的，可耻的是这种互相为难的弱者思维。所以他们个个焦躁不安，又互相提防，生怕别人捷足先登。这种心态也加剧他们的平凡庸俗，最后沦为平庸。这就是绝大部分人的宿命，这也是为何大部分人总是满脸愁苦的根本原因。人生已经很难，我们又为何苦苦相逼？有时放别人一马，就是放自己一马。当然，也有很多底层出身的人，他们的思维却是开明的、积极的，善于去成全别人。这种人总有一天会破土而出，成为佼佼者。有一种鸟儿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烁着积极向上的光芒。什么叫英雄？那些能够冲破环境和出身对自己的束缚，面对强者的欺压不卑不亢，一心寻找解决方案，同时又不对弱者撒气的人，就是英雄。世界上最昂贵的税叫认知税，人的一生都在为认知买单。好，刚才分享了一篇文章，人性最大的愚蠢在于互相为难。来源网络，感谢收看。